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浩然，在临床一线行医已经超过30年了。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很多人都在烦恼，却又不太好意思开口说的问题，就是头发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早上起床，枕头上抓起来一大把头发，洗完澡，排水孔被落发堵住，清都清不完，拿起梳子梳头，心跳加速，生怕多梳几下，头顶就更空了。照镜子的时候，白头发一根接一根冒出来，心里那种焦虑真的是有苦难言。为了救这顶上危机，很多人是什么都试过了。法国进口的生发剂，日本药妆店最火的防掉发、洗发精，一瓶好几千块的头皮精华，只要听说有效，再贵也愿意买来试。结果呢，钱花了一大把，头发还是越来越不听话。如果你也有同样的困扰，请在下方留言区打上一个1，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正在一起面对这个问题。但是今天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事实，你每天洗头护发时，那些深信不疑的动作，比如用力按摩头皮，使用强力去油的洗发精，不但没有帮助，反而可能正在破坏你脆弱的毛囊，同时加速肾气的流失，让头发的根基越来越空虚。真正决定头发是乌黑浓密还是干枯脱落的，根本不是头皮，而是我们身体里的2大发电厂，肝和肾。这不只是外观问题，更是身体发出的严重警讯。如果你把它当成只是老了，不去理会，背后所代表的肝肾亏虚，就可能在未来引发骨质疏松、耳鸣、夜尿频繁，甚至记忆力衰退等一连串的健康危机。所以今天请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完，我会带你从根源上搞懂头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并且给你带来4个老祖宗传下来经过千百年验证的养发秘诀，帮助你把失去的头发一根一根的吃回来。我们中医看事情讲究追本溯源，头发的问题绝对不能只看头发本身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年轻人头发乌黑亮丽，年纪大了却容易花白稀疏？关键就在于身体里一种非常宝贵的物质，叫做精。《黄帝内经》里说得非常清楚，肾藏精，其华在发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肾是我们生命的根本，就像一棵大树的树根，负责储藏身体最精华的能量物质，也就是肾精。这个肾精是生长发育所有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。其华在发，这个华字是荣华外露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肾脏功能好不好，肾精足不足够，外在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头发。肾精充足的人就像树根扎得深，养分足够的大树，枝叶也就是我们的头发，自然乌黑浓密有光泽。反过来，如果肾精亏虚了，就像树根枯萎了，头发失去了滋养来源，当然就会干枯、分叉、发黄，甚至大量脱落，长出白发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我听过很多人说养头发要补血，说发为血之余，这跟补肾有关系吗？问得非常好，这正是问题的第2个关键点。中医把肝称为藏血之脏，就像身体的中央血库，肝血充足才能把养分透过血液循环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头皮毛囊，去滋养我们的头发。所谓发为血之余，意思是头发是血液滋养后余料变现出来的，血足头发才牢固。那肝血跟肾精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请你记住这句话，精能化血，肾精是源头，是母亲，肝血是下游，是儿子。用大树的比喻来说，肾是树根，肝血就是树干里负责输送的水分和养分。如果树根枯了，树干里哪来的养分可以往上送给枝叶，送给头发呢？所以很多人拼命吃补血的东西，像红枣、当归，效果却总是不理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忽略了源头，只想往一个漏水的池子里倒水，却不去把那个破洞，也就是肾虚给补起来，当然是事倍功半，永远补不满。结论非常清楚，想从根本上解决头发问题，必须肝肾同补，而且要以补肾填精为最核心的任务。只有把树根养好了，再确保水分养分输送顺畅，头发才能真正恢复生机。道理搞懂了，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，到底该怎么做？今天为大家揭晓4大猛将，都是菜市场、超市就能轻松买到的食材，价格便宜，但效果绝对胜过那些昂贵的保健品。第1位猛将是黑豆。中医认为色黑入肾，而在所有黑色食物中，黑豆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王者。古人称它为肾之谷，意思就是最能滋养肾脏的谷物。
黑豆味甘性平，入脾肾二经，它不止补肾，还能健脾。脾胃是消化吸收的后天之本，我们吃进去的任何营养都需要脾胃来加工，才能变成身体能用的物质。黑豆能同时强健先天之本肾和后天之本脾，等于一边帮你开源强化吸收能力，一边帮你固本补充肾精，效果当然加倍。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，头发有 90% 以上是由角蛋白构成的，黑豆正是非常优质的植物蛋白质来源，而且它黑色的外皮里含有大量花青素，是一种超强的抗氧化剂，可以帮助头皮毛囊抵抗自由基的伤害，延缓老化。此外，它还富含维生素 E、B 群以及头发生长必需的锌和铁。我门诊上有一位真实的案例，60多岁的王阿妈不是天生发量少，而是从年轻时生完第2个孩子后就开始严重掉发。这些年头顶越来越稀疏，头皮清晰可见，她变得非常没自信，不敢参加同学会，跟孙子拍合照都要戴帽子遮掩，心里非常自卑。来看诊时，她满脸愁容，说试过太多方法都没用。我了解她的状况后，并没有开复杂的药方，只是建议她调整作息，并且每天早上把早餐的米浆换成一杯自己打的黑豆豆浆，而且要连豆渣一起喝下去。一开始他也半信半疑，但还是照做了。坚持了3个多月后，他回来复诊，整个人神采飞扬，开心的把帽子拿下来给我看，说：李医师，你看我头顶那些空地，现在都长出细细的毛了，精神也变好了，比较不容易累。又过了将近1年，他头发浓密了很多，气色也红润起来，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至少5岁，又开始自信满满的参加各种活动了。黑豆该怎么吃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呢？方法1：黑豆豆浆，把黄豆换成黑豆，或者黑豆、黄豆各一半来打豆浆。如果想效果更好，可以再加1小把黑芝麻和几颗核桃，就是一杯超级养发的精力汤。重点是豆渣，最好不要滤掉，一起喝下去，营养更完整。方法2：醋泡黑豆，把黑豆洗干净，用小火炒到豆皮裂开，发出豆香。放凉后装进干净的玻璃罐里，倒入陈醋，醋要没过黑豆，密封泡1个礼拜左右，黑豆都泡胀了就可以。每天饭后吃约10来颗醋，能引药入肝经，让黑豆补肝肾的效果更好。方法3：黑豆粥或黑豆汤，煮粥时抓1把黑豆一起放进去，或者用黑豆炖排骨、炖乌鸡，都是非常滋补的选择。特别提醒，黑豆蛋白质含量高，有些人吃了容易胀气，脾胃较虚弱，容易消化不良的朋友，记得要从少量开始，并且一定要把黑豆煮得非常软烂，才容易吸收。第2位猛将是枸杞，枸杞小小一颗，红红的不起眼，但在中医界的地位非常高。它味甘性平，能直达肝肾二经，等于一箭双雕，同时为那棵大树的树根和水库肝补充能量，肝肾同补，效果自然非凡。古代很多追求延年益寿的方子里都少不了枸杞的身影，它能滋补肝肾，益精明目。对于因肝肾亏虚引起的头晕眼花、腰膝酸软，当然也包括白发掉发，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。但市面上的枸杞品质参差不齐，很多朋友花了钱，却可能买到用硫磺熏过甚至染色的劣质品，吃了不但没效，还可能伤身。今天教大家一个独家秘诀，叫做枸杞5步辨别法，简单易学，保证你一挑一个准。第1步，用眼看，好的枸杞颜色是自然的暗红色或橘红色，不会红得太鲜艳、太均匀。仔细看枸杞的蒂头，会有一个明显的小白点，如果整颗红得发亮，连小白点都没有，很可能就是染色的。第2步，用手握，抓1把枸杞在手里轻轻握一下。好的枸杞是干燥的，握起来有沙沙的摩擦感，松开手后能很快散开，不粘手。如果握起来感觉黏，甚至结块，可能是含糖量太高或已经受潮了。第3步，用鼻闻。天然的枸杞闻起来是一股淡淡的果香和植物清香，如果闻到刺鼻的类似酸味的气味，要高度警惕，很可能是被硫磺熏过了。第4步，用嘴尝。好枸杞的味道是甘甜中带着一丝微苦，余味甘醇。如果吃起来非常甜，甜得发腻，可能是用糖蜜处理过的。如果尝到明显的酸味或涩味，品质肯定不好。第5步，用水泡。把几颗枸杞丢进温水里，好的枸杞大多会漂浮在水面上，水的颜色会慢慢变成淡淡的橘黄色，水质是清澈的。
如果枸杞很快沉下去，而且水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红，染色的嫌疑就很大了。学会了这5招，就能轻松买到好枸杞。买回来之后该怎么吃呢？最简单的方法是焖泡代茶饮，每天取大约6到12克，也就是1小把，放进保温杯里，用沸水冲泡，盖上盖子焖约15分钟，等水温了就可以喝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喝完水之后一定要把泡软的枸杞捞出来嚼碎吃下去，因为很多营养成分是水泡不出来的，嚼食才能完整吸收。你也可以在煮粥炖肉时，起锅前10分钟撒一把枸杞进去，或者直接干嚼，像吃葡萄干一样，每天吃10几颗，方便又有效。特别提醒，枸杞有滋补和温热身体的效果，如果正在感冒发烧或身体有发炎的状况，要暂时停用。另外，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也不建议大量食用。第3位猛将是我个人非常推崇的黑芝麻。如果说黑豆是补肾的基础，那黑芝麻就是让头发乌黑亮丽的关键推手。黑芝麻同样色黑，入肾归肝肾、大肠经，核心功效是补益精血、润燥滑肠。它能同时补充精和血，对于肝肾同补的理论是不是完美契合？从现代科学来看，黑芝麻富含维生素 E， 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，可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，让毛囊获得更多养分。更重要的是，黑芝麻里含有合成头发黑色素所必需的2种关键物质，一个是酪氨酸，另一个是铜和锌等微量元素。身体要制造黑色素，就需要这些原料。黑芝麻刚好是这些原料的富矿，所以想预防白发，让白发慢慢转黑，黑芝麻是绝对不能少的。但是关于吃黑芝麻，有一个最关键，却被99%的人忽略了的致命秘诀。如果这一点没做到，吃下去的黑芝麻90%都浪费了，吃了等于白吃。这个秘诀就是黑芝麻必须炒熟，并且碾碎了再吃。为什么？因为黑芝麻的外面有一层非常坚硬的外壳，我们的肠胃很难把它消化掉。如果直接吃一把生的完整黑芝麻，它就会穿肠而过。今天吃进去，明天原封不动排出来，里面的营养根本吸收不到。这就好比一个装满黄金的保险箱，你不把锁打开，抱着它睡觉又有什么用呢？更直白的说，吃下没有破壁的黑芝麻，不仅无法被吸收，反而增加了脾胃的消化负担。你以为在进补，实际上却是在内耗，难道不是最冤枉的事情吗？炒熟和碾碎就是打开这个保险箱的2把钥匙。炒熟可以改变它的性味，让它从偏凉性变成温性，更适合多数人的体质，香气也更浓郁。碾碎则是直接打破坚硬的外壳，让里面的芝麻素、维生素 E、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能够被身体完全吸收利用。我有一位老病人，77岁的李阿伯，是我见过头发保养的最好的长辈之一。他的头发虽然不是全黑，但绝大部分还是黑色的，而且很有光泽，发量比很多50几岁的人都还多。社区里很多邻居都以为他偷偷去染发，还跑来问他用什么牌子的染发剂比较自然。李阿伯每次都笑着说，我哪有染发，我的秘诀就是这个啦。然后就从罐子里舀出一勺黑乎乎的粉末。原来他从退休后将近20年的时间，每天早上都会吃1汤匙自己做的黑芝麻粉。做法很简单，就是把生黑芝麻用小火慢慢炒香，炒到用手一捏就碎的程度，放凉后用调理机打成粉末，装在密封罐里。每天早上吃稀饭喝豆浆时加1大匙进去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习惯，让它成了社区里的不老传奇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想靠黑芝麻养发，一定要吃炒熟打碎的。最佳做法是自制黑芝麻粉，像李阿伯一样自己炒自己打，最安心。每天吃1到2汤匙，可以加在牛奶、豆浆、优格里，或者撒在饭菜上。如果觉得自制麻烦，也可以选择市售的纯黑芝麻丸，就是把芝麻粉跟蜂蜜搓成丸子，当零食吃也很方便。实在没条件，也可以买炒熟的黑芝麻粒，每次吃半汤匙放进嘴里，用牙齿慢慢彻底嚼碎，也能达到破壁的效果。特别提醒，黑芝麻油脂含量高，有润燥滑肠的作用，肠胃功能不好，平常容易腹泻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量，从少量开始，并且必须吃炒熟的，不能吃生的。最后一位猛将是一种季节性的水果，但它的干制品却是1年4季都能享用的养生佳品，那就是桑葚。桑葚在古代被誉为民间圣果，中医认为它能补血滋阴、生津润燥。清代医学典籍《滇南本草》里更是直接记载，
益肾脏而固精，久服黑发明目。古人已经把它的功效说得非常明白了，补肾固精，黑发亮眼，样样到位。桑葚特别适合因阴血亏虚导致头发出问题的人，这类人通常除了白发、掉发，还会伴随眼睛干涩、皮肤干燥、口干舌燥，甚至有点便秘的状况。桑葚酸甜的滋味正好能生津养血，滋润全身的干燥。不过新鲜的桑葚季节很短，不容易保存，所以更推荐大家使用它的加工品，效果一样好，还更方便。首选是桑葚膏，这是古法制作的精华，把新鲜桑葚榨汁用小火慢慢熬煮，浓缩成膏状，再加入一点蜂蜜，每天早上用温水冲1汤匙喝，滋补效果非常好。次选是桑葚干最方便的方法，就像用枸杞一样，每天抓一小把，大约10到15克，直接当零食吃，或者用来泡水代茶饮。泡完水后，桑葚干也一定要吃掉。日常做法还可以在煮稀饭、煮甜汤时随手加一些桑葚干进去，既能增加风味，又能不知不觉地达到养生效果。特别提醒，桑葚性质偏寒凉，脾胃虚寒，一吃凉的就容易肚子不舒服的朋友，一次不要吃太多。另外，桑葚含糖量不低，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也要注意适量摄取，最好咨询一下您的医师或营养师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补肾养肝的4大猛将：黑豆、枸杞、黑芝麻和桑葚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些方法没有一个需要你花大钱，也没有一个需要花费很多时间，都是可以轻松融入日常饮食的。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，食疗养生就像春雨，润物细无声，它不是特效药，不可能今天吃了，明天头发就全黑了。它需要的是你的耐心和坚持，把它变成一种生活习惯，让身体在潜移默化中一天一天的变好。千万不要心急，很多人一看到白头发、掉头发就非常焦虑，结果越焦虑，肝气越郁结，肾精也跟着耗损，反而让问题更严重。所以保持平和愉快的心情，本身就是一味最好的养肝良药。为了方便大家实践，我帮大家设计了一个养发餐盘自由配，你不需要遵循固定的时间表，那样压力太大了。你只要记住一个原则，每周确保这4样猛将都至少出现在餐桌上2到3次就可以了，形式可以非常灵活。比如果你早上习惯吃饭团，就在这周找2天，把里面的油条换成醋泡黑豆。如果你下午有喝茶的习惯，就把其中2天的茶包换成枸杞水，周末煮汤就提醒自己加一把黑豆进去。这样把养生融入生活，是不是就简单多了，也更容易坚持下去呢？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，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都属于日常食疗养生的范畴，适用于一般性的因为年纪增长或身体虚耗造成的头发问题。但如果你的掉发或白发问题非常严重，来得非常突然，甚至出现块状掉发，务必第一时间去看医生，做详细的检查，因为有些头发问题可能是由其他疾病引起的，千万不要自己当医生，延误了治疗的黄金时机。还记得影片一开始我请大家在留言区打1吗？现在如果你听完今天的分享，心中燃起了希望，决定要为自己的健康和自信做出改变，我诚挚的邀请你回到留言区，写下我要乌黑秀发这6个字。这个留言不再是烦恼的印记，而是你对自己许下的一个健康新起点的承诺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亲朋好友。或许你这个简单的动作就能帮助到一位正在为头发问题烦恼的人。别忘了按赞订阅我们的四季养生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更多实用的健康资讯。祝福大家都能拥有一头健康乌黑的秀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